快6点钟了，给你们提前喂点夜宵。耶，虎妞呢？虎妞，虎妞，完了完了，这个虎妞是没救了。好好，让你们吃啊。大黄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虎妞回来，你要把牛住，小妞，你这男子汉啊，狗子汉大丈夫不能白当啊！你这么激动，你又不敢抢。好，你们吃，你们吃，吃吧吃吧，小妞吃吃。那个傻小妞又一个没吃到，你就在这里咪咪咪，你又不吃啊！猫娘猫条一大堆，你就咩咩咩。今天应该是个好天气了。虎妞刚刚从山里面回来，它又想进山去了啊！走走，我们走这边，走走。虎妞可能要拴起来了，如果一直这样啊，它基本上回来一口饭都没吃，又进山了，应该是在山里找到吃的啊。虎妞，你往哪里走？他独自进山去了。那等他回来再说吧。前面有一只野鸡。啊，我们这边茶园野鸡非常多啊。虎妞嘞，这个虎妞现在是越来越野了。快9点钟了啊，太阳好像出来了。走走，我们去烤房。这里也发现一只野鸡，它都不怕人的啊。这就是野鸡的叫声。哇，刚才这一群啊，都是斑鸠，看到吗？刚才是在这个油菜地里面可能找吃的啊，一般的是2、3只，2只最多，但是这一群真的是多。这些是金蛋子。今天天气好，把香肠下炕了。发芽薯米来了，最后一间啊，下炕了，然后就要等到今年冬季了。都断了啊，这都是太干了，所以的话折过来折过去，免不了要断啊，这是很正常的。花莲狗儿落豆了没？落大的，它搬回来了。都搬回来了？有几个啊？搬回来一个。只一个啊？哦，那是那一个嘛，那肯定还有嘛。有他落人落不到的，要他落他也不配，他不少的，在这也不配。哦，花莲的孩子还是一只啊，就是上次老师叔说的啊，带回来一只。这个猪皮子，上次我发视频出来，也有的朋友喜欢啊，没有多少了。那今年年底的话，到时候多留一些皮子吧。这光线真的很好看，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。那对面是我们的小镇，隔这里差不多有20多公里啊。隔县城的话有50公里，我说的都是单程啊。对面山上都是茶园。香肠已经下完了，再等皮卡车过来拖到县城去。刚才抽空看了一下评论区，特别是一些资讯平台啊。有的朋友他说以前非常喜欢你的视频，现在的话越看越没意思了啊。他说你如果再拍这些猫猫狗狗的话就不看了，取关了。我不得不承认啊，我这个视频内容是小众群体的。我除了拍这些猫猫狗狗山里面的这些生活的话，我没有其他拍的。所以的话，你之前支持我，喜欢看我视频啊，你现在不看了，取关了，我同样非常的感谢你。
以后的话还是这些内容，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创意出来啊，更不可能有什么亮点特别引起你喜欢的看点出来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以后还是延续这样的内容，就是真实记录我的乡野生活。炒咱香肠旗啊！这对面都是茶园。哎，虎妞，你回来啦！这是大伯去年冬季种的菜，种迟了啊。这样一掰就断了。干的嘛？干的哦。这样干过火哎。干过火了，那就炒这些嘛，好吧？基本上全部都干透了啊。太干了，所以切也不怎么好切了，韧韧的。水一烧热，油的话自动就分离了啊。我们这边农村洗锅都是这样的。车过来了，铁头，好狗不挡道啊，你让开。虎妞，我再次跟你说一下，你不能整晚出去野了，就是你每天野。好，拿饭吃了再装。哇，都小半锅了。我们看一下8药叔的手艺。不过这种香肠啊，只要炒熟都好吃。其实这种香肠最正宗的做法就是放到火上烤，但是不要切成片啊！如果切成片了，那烤起来又是另外一种味道了。就像放到饭上面蒸啊，有的朋友把它切成片，千万不要切成片，就是这么一长一节一节的放到饭上面蒸，就是直接放到米和水上面了。如果放到火上面烤的话，那是更香了。有的没切开啊，皮子是粘连在一起。放到火上烤也是一节一节的必须用炭火烤，然后烤熟了之后，你再烤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油脂出来，然后再吃到嘴里的话，那才叫一个香。都一样的味道。这是8叶树炒的，8叶树这个炒的没大伯炒的焦啊，炒焦了更硬点，但是吃起来更香一点。没炒焦的话，吃起来没那么硬啊。和炒焦的比起来的话，也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也都差不多了。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说我的流量下滑的很厉害啊。其实我看了所有的同类型的 UP 主啊，都差不多。但是我这种内容啊，就像我刚才说的是小众群体，平台一般不会很支持。还有我发的是长视频，现在基本上除了某站之外啊，其他的都不支持长视频。但是我还是要坚持发我的长视频。因为我一天的生活我都想把它记录下来。不管它有没有流量，哪怕是平台给我限流，我照样会照发不误。一来呢，我是喜欢分享，分享不了大家看不到了，这是第二个原因，最主要的原因，我就是想真实记录我的生活。等我7老80了之后，我还能看看我以前曾经的样子，年轻做过的事情。并不是说以后说平台给我流量越来越少了，或者其他的原因啊，我不更新视频了啊，不会的，我一直会更新。我主要的原因就是真实记录我的生活，到老了有一点回忆，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啊，决定了我这样做。第一，我确实不合群啊。要说朋友的话，真正意义上的朋友，别人有可能把我当朋友的啊，但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朋友，我感觉到
好像也没有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这就是我最真实的这一个写照。然后的话，我在视频里面啊，这样和大家这样说话是对着视频，这样感觉到口才啊还算过得去。其实现实不是这样，真正甚至是有点社恐。所以的话，你像我这个性格就决定了，我就喜欢这样去记录自己，到老了之后啊，自己来看啊，自己以后回忆啊，有更好的回忆啊，就是对着视频来回忆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很多朋友他说你流量下滑了啊，你应该就是说，创新一下什么样的，不会创新啊，就是真实记录啊，没有以后的话，可能时间看久了更没有新意啊，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视觉疲劳嘛，是不是？本来你这样的生活，你今年看可以，到明年你可能就不喜欢了，因为都是同样的，没有任何改变。如果改变了，那就不是我了。所以的话，我还是继续啊，没有任何改变的记录我的真实乡野生活。虎妞，给你个香肠，你不要再出去了啊！你能不能接得住？接住！走了好多黄白啊！哦，田间地头能利用起来的地方全部种植黄白了。姑爷今天好像在家哦。哦，又没在家，我看到，哎，小橘子，你干嘛不理我，小橘子？啊，你什么情况嘛？我就是不想理我啊。铁头倒是不嫌弃他啊。哦，要他拿去用了，怎么还冒烟出来啊？什么情况，小橘子？哦，姑爷刚刚做饭。刚才打姑爷电话，电话在他床上响，那他应该是去这附近割牛草去了。那我们在这里等一下。哦，姑爷这里也全部种黄白，那你黄白的走的多得很嘞。黄白也没多。这底下也是你的嘛？下面也是姑爷的啊，也全部要种黄白。那15年之后啊，我们村里都是富翁了。这是姑爷堆积的草垛，上面是防雨的啊，雨水流在上面那一层的话流下来，下面都是干燥的。然后从这里抽草，草抽了之后空掉了，上面又会塌下来，就方便抽草。下面也是防潮的，因为隔地面的话有这么高啊，所以整个草垛的草都是干净的，不潮湿，不会发霉。要不然堆到下面去了啊，它会扯潮啊，然后整个草垛都没了。有老鼠吗？是皮皮主人家的地。这个杆杆挺好吃的啊，这个是萝卜啊，老了啊，连杆杆都空心了。这个还可以。可惜了啊，很多全部都空心了。皮皮家的主人也去开荒种地了，全部都是种黄柏。其实的话，这种油菜苔啊也是可以吃。这是油菜啊，它吃起来的话，口感没有萝卜菜苔感觉那么好。说不出来这种口感，带一点点微甜，但是木质化程度稍微高一点。这种萝卜苔的话，没那种油菜苔那么甜，但是它木质化程度好像没那么高啊。它老了就会空心，但是不会吃起来有点像吃柴皮一样。这就是萝卜苔。哇，小时候放牛这种就是摘一大把，然后牛放到山上去了，就坐在田间地头，和村里的小伙伴就慢慢享用这种零食。
因为没用肥料，都是这么小个小个的。扯2个萝卜回去，晚上当夜宵。2个够了。我不扯它的话，到时候它这些，它又没养猪啊，然后全部会荒废在这地里面。它们还是挺本分啊，基本上我到哪里，它们到哪里，只有那个虎妞。好多小鸟。走啦，回去啦，走走走。虎妞，小六去看一下铁头在干嘛。这个铁头啊，应该又是个老鼠洞。大黄鬼灵精怪啊，我在旁边，没在旁边他就把铁头赶走了。这些是野木耳，看这个颜色啊，是刚长出来没多久啊，今年出现卵冬了。凶大黄哎，有的朋友他非常反感抓老鼠啊，但是乡野生活的话，这也是一部分啊，并不是说你反感我就不拍了，我同样要拍，但是的话，你们不喜欢看的话，你跳过去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？你就凶一次，还是被大黄拿走了吧？大黄这次不惯着他了啊，我在旁边，他也把铁头赶跑了。大黄要比铁头跑老鼠洞要厉害得多。厉害呀！这么多大石头它都刨出来了，刨了这么大一个坑了。铁头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啊！这爪子怎么像铁爪一样？就是虎妞不知道到哪去了。走啦，回去啦。你没看掏了这么大一堆石头，你都抓不住。小妞也凑热了。好，走走，我们回去。对了，你把虎妞找回来好不好？啊，你是狗子汉大丈夫嘛？走吧。咪咪，快点！每次我进门了你才知道。黑妞在家吧？哦，在家。好了，我们上去走走。咪咪这段时间变得很乖啊，不再出去野了。哦，你是不是知道要当爸爸了啊？哇，你走路都走不稳了，你看你。走走，我们去看黑妞。走吧。你永远都是这么高冷，黑妞。黑妞的眼睛没被传染啊。母猫从外向也都能看出来啊，长得比较秀质一点，而且头比较哇，又是一身灰啊！你看公猫头都要大很多，方一点，看起来没那么秀气啊。太阳终于出来了，现在都是下午3点多了。大黄、小妞连铁头都回来了，只有虎妞没回来。其实这些天啊，晚上虎妞整晚都没回来，而是早上6、7点钟我起床的时候看到虎妞在大门口。今天和发酵树商量，就是说发酵树家里有一个院子啊，院墙的话都有好像差不多3米高，然后就是说趁毒蛇出来之前把虎妞看一下，先放到发酵树那里院子里面圈养一段时间，等它老实了之后，然后再拿回来。我这里是关不住它，哪里都能跑得出去，而且关在这里的话，黑妞啊对狗非常反感，特别是它生了小猫了之后，肯定更反感。那如果说虎妞这些天白天晚上还是这么野的话，那只能这样做了。
好，那就分享到这里，明天见。